常是在什么情况下就是需要做羊水穿刺这个孕妇？那你觉得呢？就是说在你心目中，你认为什么样的就我一看就说你得做穿刺。一个是高龄，还有一个就是生过异常的孩子，但是我不知道就是 B 超当中就是什么指标异常，就是需要做这个羊穿。你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年轻的大夫能想这些就已经很好了。那我反过来问你，那你认为就是假如说你看病人，你觉得什么样的异常你就想让病人做穿刺呢？我还是要先问你，我再回答你。比如说这个大排畸 B 超，提示这个孩子偏小呀，羊水过少呀，还有就是心脏的一些异常，就是结构的一些畸形，都建议他做羊穿。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？那你想问什么？但是具体的你困惑什么？你比如说，昨天的时候有一个熟人给我发了一个 B 超，说是肠管回声增强，但是是略低于骨骼回声，还有就是又加了一个左心室点状强回声，还有是羊水指数21点多，这种情况是要不要让他做羊穿？你觉得呢？如果是你看，你是建议他做还是不做？第一开始我是说想建议他做，后来是我又查了查，说是这个肠管回声增强的话要看骨骼回声，如果是等于或大于这个骨骼回声的话，就相当于是2个软指标，就建议他做。最后我给他的意见是先观察。是，那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是这样。这个咱们做产前诊断做羊水穿刺，它这个怎么说那个指征的把握其实是有变化的。你像我岁数比你年长一些，那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把握的就非常严苛，也不能叫严苛吧，叫严格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时候条件不好，超声都谈不上每个人都能做1次到2次，这尤其在基层。那像我们三甲医院也是逐渐的，一开始也是做不到每个人都要做的所以说你没有这个机会，所以那个时候的普通唐筛显得很重要，对吧？那唐筛也是变化的，一开始唐筛也不做，对不对？完了慢慢唐筛也不是每个人都做有的人高兴了做，不高兴，总之吧，这都是有变化的。所以咱们这个指征的把握我也能理解，因为你们年轻的大夫为什么困惑？因为他老变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但是呢，你要掌握住一个大的原则，就是医疗原则。医疗原则是，如果我们泛的来讲，普通唐筛是可以的唐筛高风险，你就打个问号，这没有错。你在医疗原则上肯定没有错，但是在过去那些年，为什么就不做呢？一个是我们没有那么好的条件和技术，我们做不到在超声实时监测下做穿刺，大夫都是盲穿的。那你想盲穿，你就本身大夫他也要谨小慎微，那作为患者他更害怕，说你扎我肚子，你给我扎坏了怎么办呀？对吧？那是很多年前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把指征把握的比较严格，就是该做的就做，没有达到这个指征的你就别做了，因为条件也这么不好，对吧？我也是每天就是蹑手蹑脚的给大家做，这其实是双方的相互的，对吧？患者呢紧张，医生也紧张，对不对？毕竟他有流传风险，是不是？这是很多年前了。那为什么现在反倒好了呢？为什么现在好很多了呢？是因为咱们现在无创准确率比唐筛高多了，很多染色体过去我们全靠穿刺穿出来的或者就生出来了，那没有办法。你超声没有发现什么畸形，或者是没看到，或者是漏掉了，那就只能是生出来了，那是没有办法，那眼巴巴的就看见出生了然后就是唐氏筛查，就抽血的那个普通的生化检查，生化检查有什么问题？就冤枉的太多，高风险太多了，对不对？那最后就只能是高风险结合着超声，那么结合着超声，你刚才说的那些软指标就显着比较重要，只要软指标在2项或2项以上了，就让你穿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不刚才说了吗？自从这个无创出来以后就好很多了，为什么？无创一抽完血，
把染色体问题基本上就都给你筛出来了。只要是21、3体高风险，18、3体、13、3体高风险的，基本上跑不掉。尤其是21、3体，它准确率都到99%了。就基本上是不能说百发百中，但是咱们医疗原则的要求，你只要是无创是高风险，必须做穿刺核实确诊，对吧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你这个软指标是不是就显得有点似乎就不那么那个什么了？也不能叫不太重要，就似乎就不那么的严格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无创已经过了啊，说明染色体大面上没有大问题，但是基因问题又出来了，对吧？除了染色体又有基因问题了，那么基因问题你不做穿刺还是不知道的。所以说现在我们做穿刺，不是因为你那几个软指标怎么样了，是因为考虑到是不是有基因突变，是不是有基因大片段的缺失等等啊，然后再做。所以指征就不太一样了。但是你过去那些针对染色体的指征，似乎就像你说的不那么重要了，对吧？那么过去那些软指标不都是针对什么呢？针对21、3体的。那么针对21、3体的，它不就是现在无创就已经相当于就都给你带过了吗？那至于你刚才说的那些问题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跟染色体相关的指征啊，如果你要是判断它染色体问题不大，那你可以再观察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你慎重起见，你说尤其根据它其他的病史，比如说它是不是容易这个胎停育啊，或者是这个还有是基础的问题，比如说有多囊卵巢啊，或者是不孕呐等等，怀孕特费力啊等等，或者还有家族史，那这样的人你就适当的给他紧一点，指征掌握的宽泛一点，就是说让他做也不为过。但是你觉得他各方面都挺好的，只是这些都是擦边儿，然后无创又是低风险，可以观察，这是可以的。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，就说硬的指标你就把住了，高风险年龄高风险确实是35岁以上就可以做，但是很多人都不愿意做，所以说现在不都做无创了吗？但是你做无创它也有个限制，35、36、37、38。那么我们现在是38周岁以上，比如39、40岁以上，那属于超高龄了，就最好是让他做一个穿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基因变的概率也升高了，不光是染色体问题了，对吧？但是人家有的人虽然40岁了，我就不想做穿刺，我就做个无创我就拉倒了，可以啊。这个东西不是说逼着你怎么样，但是你要把科学道理给他讲清楚，说虽然你无创是低风险，你40岁了，万一基因突变呢？那咱们再做超声看看，超声也顺顺当当的，然后这个人就是我就不想做，你没有权利说逼着他做，你必须这样，没有必要。但是呢，道理给他讲清楚，说一旦发生了小概率的基因突变的问题，你心里要有数，你不能说大夫没告诉我，对吧？是这样的。大部分我们的孕妇，你跟她沟通了以后，她都理解的。比如说，你看找我产检的孕妇，大部分就是分那么2大类，一大类就是我就不做，你说成花我都不做。我说可以，只要你心里过得去，咱们把该做的都做了，也都挺正常的，可以。还有一部分呢，不用你说，大夫我得做啊，我都40了，我有个老大了，我这都老3了，我得做。我说行啊。都可以，但是你这个指征的这个节点你把握住，对吧？咱们国家是35周岁，但是你说不行，我今年33岁，我就想做，我不行，我担心，我就担心那个什么，你说成这花我都担心啊。那这要是在过去啊，咱们就不做了，因为资源少，还有就是说这个技术条件也不好。那么现在相对的确实好一些，那人家孕妇就极力要求做。其实也是可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医者，你有这个技术，你能提供这个技术服务，而这个患者他至少还解决一个心理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由此发生的这个，比如说是这个流产呀，或者是副反应什么的，必须要说清楚。但是我相信啊，就说就想做个穿刺的人少之又少，但是也是有的。我当年的一个师妹啊，他好像就31、2岁吧，他就做了一个穿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那是10好几年前，咱们的检测手段没有现在无创啊什么的都没有，
只是一个普通的唐筛，他就不放心，最后就做了一个穿刺。那么我当年怀孕的时候，唐筛我做过好几次都是高风险。我当时就在想，我要做2次，一次高风险，我不信他，我再做一次，做好几次都是高风险，那我就躲不过去了呀。但是同时跟我怀孕的还有几个同事，也是高风险，人家就说不行，我就扛着了，我就不做。哎，他就没做，明白吧？这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思想观念不一样。那我们俩都是妇产科大夫，明白吧？那咱普通老百姓更是这样，他有他的这个想法，但是还是我说的那句话。科学道理得讲清楚，但比如说他无创是高风险就不做，这是不行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准确率太高了，几乎是，那你非得不做穿刺，那你也得跟他讲清楚说这个准确率极高，你那个21三体无创是高风险，建议你做穿刺。那我说就不做，那你要就是高度认知你出生的孩子是21三体先天愚形的可能性非常大，你得有这种告知义务就可以了。可以告诉你，我也见过有那么2例，明明知道是21三体，最后还是生下来了。那他还是有的时候人家也有一些特殊的信仰，还有就是说人家也知道，就是说是自己的孩子，不管怎么样都要接受。这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尽管我们说要优生优育，但是优生优育也是在这个伦理的基础上。那人家有这种信仰，或者是有这种追求，或者是有这种能够就是看明白，能够承受这个结果，也是可以的。不是说你发现畸形就一定逼着你必须流产，不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因为胎儿过了28周都有法律人权。哎，对，法律的权利是吧？所以说。这个确实是要商量的，但事实上看了这么多患者这么多年哈，就是咱们中国人，尤其亚太地区的亚洲人还是比较理智啊。如果确实医生检测比较完善，告诉你说你这个孩子有可能不好，大部分人都是遵从医嘱，小部分人就觉得我不信你，那是极少数。所以说这个产前诊断的这个指征啊，这个工作流程啊，也是都在变化。不管怎么变，肯定是变得越来越丝滑，是吧？